所以你碰到过直男刚烈的吗？直男刚烈很多呀都。所以找好了刚烈理由了吗？啊，你有肛门接触史吗？哦，然后我说谁的肛门没有接触屎啊？谁的肛门没有接触过屎啊？突如其来的加更，不是你从哪儿拿出来的呀？就你不能什么都能拿出来呀！你是哆啦 A 梦吗？我不是很多拉哎。所以就反正进去了你就不管拉了是吗？对，今天是因为突然来了一个著名的肛肠科的医生的朋友，趁他喝多，我们要请他聊一聊啊，只有喝多了才能。对，我们要接触这波流量。为什么现在肛肠科医生的一些号流量都很高呢？好像大家好像用的就是古代人可能只会做一个作用，但是为了时代的进步，然后大家就会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用法，对吧？你说郎中吗？啊，你说那个部位？对，肛肠。那你说我说什么？今天小葵花妈妈课堂就要上课啦！小葵花是什么？你没听过吧？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了！请出这位来自上海的张医生。啊，欢迎！也是千里迢迢过来了，是吧？上海。对，但是也不是为了我们节目，是为了谁啊？为了今天给大家讲课，为了观众朋友们。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肛肠这个，包括说就是那个整个医疗，大家好像尤其是同志圈非常关注。咱们在就是社交媒体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方面的就是科普视频也好啊，或者视频流量都特别大。为什么呢？对，为什么就大家好像就特别开始关心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了呢？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没有发现你的同行里面很多人在开视频号？对。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医生朋友，然后这个医生同行呢，我们都是在通过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进行这个本专业的一些科普。现在确实是这个也是在一个新时代下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一个现象嘛。所以是个云郎中时代。可以这么说。哎，但是我觉得好像医生这个职业，他们就是在不停的进步，就是他们要不停的去学习和那个研究也好啊，然后要做自己的课题。是因为我们的病在不停的发生变化吗？有可能吧。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职业要求吗？还是医院会对你们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因为这个在时代也在发展，然后这个医生接触的这个患者群体，然后他也在发展，也是不是？然后这个患者群也是在接受，通过接受新鲜一些社会的事物啥的，可能会反映到一些新的一些的这些可能需要这个就医的一些问题。大家吃的不一样了，吃的东西越来越杂了，所以就容易产生各种新的疾病。对。跟饮食结构都有很大关系，饮食习惯都有很大关系。现在是没错，所以还是要吃的朴素一点。你都在说什么？你碰上过那种特别，就是说会挑刺儿的那种病人吗？应该说是很多，每天应该都会遇见，因为没说现在这个大家就是随着这个现在都属于互联网时代，然后这个并且现在随着这个真的 AI 的这个时代到来，然后这些患者呢，包括其实不管是年轻的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他们这个也是在就医之前，甚至通过网络媒体，然后自学，或者自己先了解一些病情的这个，甚至会对号入座啊，然后来了之后来就诊的时候去，真的是感觉就所以感觉好在考临床大夫似的。AI 其实有时候挺可怕的，你有没有在 AI 就诊？有时候也会问一下，对，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去找医生去做个验证，其实是这样，自己也会猜一下，对，但是这样我觉得会有问题吧？他们会误诊吗？这个其实 AI 包括这现在这个确实发展很强大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医生科普这块可以去了解一些科普的知识。你说，但是通过网络媒体，然后没有经过这个亲自去线下的就诊的话，往往有时候还是存在一些偏差，严重就是错误误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去通过网络去了解一些知识，相关的一些知识、专业知识，但是切记呢，就是严格的对号入座。其实这张医生已经很久没有收到我的一些葵花照片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张医生，然后就很多身边的朋友，所有的葵花照片出现病变的照片都会丢给张医生，那真的很惨。现在都去问 AI 了，估计他们都会把葵花照片丢到 AI 里面分析。但是你们的工作量应该很大吧？是的，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大家都喜欢，其实大江南北都是，大部分人喜欢就是比较重辣重油是吧？然后这个其实现在口味对，肛肠疾病的患者现在确实很多对，只是因为吃辣而已嘛，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比这个其他，比如这个一些别的特殊喜好的一个，是不是？特殊喜好，反正你不特殊了，你应该是不特殊的。对，反正就是香蕉啊什么之类的。对。但是那朵玫瑰没有荆棘。是了，我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大的一个病症，其实就2个病症，一个是肛裂，然后一个就是肛瘘。我觉得同志会得的最多就这2个吧。还有异物，异物其实可能会合并肛裂或者肛瘘吧。那异物它是另外一种情况还不一样。对。这个肛裂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这个同志群体来讲，肯定是这个暴力了嘛，吃太大了。对，然后这个发生关系之前一些准备工作做的不好呗，啊，对，没有天分。现在没，这些准备工作我觉得做的，比方说，其实，比方说是那这个润滑嘛，所有的这种准备工作，反正口水肯定不行。然后这个避免暴力吧，我觉得。反正一般你用什么润滑油？一般，其实我用那个比较贵的那个，就是大宝，不是大宝很便宜啊，就是要上百的那，我就是一个 E 开头的一个辣妹儿。E 开头，你有文化吗？E 开头是 Eros 吧，好像。OK， 您是建议用油性还是水性的？对，我觉得这个只要说那个用了就比不用好，是吧？对，然后这只要它这能起到足够的润滑作用都可以啊。所以你们在临床上，葵花检测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润滑油？我们是用的就是石蜡油。石蜡油。对。所以它是可以临床用的吗？在床上这个的话这个不应该就不太合适，这个它毕竟它这个润滑度还要差一些。现在不是有专门的，就刚才说的这种，是这个人体用的这种润滑液，还是肯定要比这个要舒服的多嘛。然后肛裂，我觉得就是首先它可能要做好润滑，然后而且要记得带套，对吧？这2件事非常重要，就是要穿上雨衣。然后要做好前期的准备，然后而且我觉得后面那个步骤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他一直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也会容易暴力撕裂吧？这种。对，然后这个肯定怎么说，也要循序渐进的来，是不是？别有时候太着急啥的，就是用暴力的话，肯定让对方让你的伙伴要受伤了，是不是？对呀，大家应该在一个比较相对轻松的环境嘛。所以要放一些音乐啊。点一些蜡烛啊，可以，就增加一些情调感、情绪感，对，让你放松警惕，对，可能会好一点。对，就是避免出现紧张嘛，是不是？在一个紧张环境肯定是干什么都是也影响效果，是不是？其实包括不光是同志群体，就是说呢，这个男女之间这种也有，也是为了有时候患者刺激啊，或者患种体验，有造成这个外伤。造成这种肛裂，所以你碰到过直男肛裂的吗？直男肛裂很多呀，都是不是？他们是以什么原因肛裂呢？这往往就由于这个，大便太干燥。大便干燥也会肛裂。对。所以找好了肛裂理由了吗？大便干燥，对，所以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是的。用力过猛，上厕所的时候。对，有的就是可能。用一个暴力，然后就是使劲，突然之间一次用努力的去排便的话，就会出现除了肛裂，还有会出现一些血栓性的外痔啊，这些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相当于是，所以说得排城乡送暖香蕉便。
澄清松怎么了成型松软香蕉片。 ？OK， 好，得罪人啊，得罪人。陈金松老师，对不起。就是成型松软的香蕉片，对，香蕉是什么？它形状像就这种形状，这种粗细的就可以了。最佳的，这是完美的一个便便。对，完美的便便就是。就是我挑选工具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挑选？可以。对，就是要所以形状。所以你能吃下的，其实就是你能排出的。对，原则上好有智慧啊。原则上是这样。对，但是我刚才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前序的聊天，然后咱们讲到这儿的话，就是其实这个挑选工具的尺寸是不是也很重要？尺寸的，我觉得就是只要是双方都喜欢的，这个倒都可以吗？都还可以。之前找过张医生，因为当时有一个超大文具，是有多少？有比上那次嘉宾还要？对，非常离谱，非常夸张，因为它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大玩具。然后约会完以后，我就去找张医生，然后就是约会完就去了。对，就裂了。去做一个肛肠镜。直肠镜的检查，这是我们肛肠外科的一些专科检查。对，他就让我去做一下肛肠镜的直肠镜的检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医生就问我啊，你有肛门接触史吗？然后我说谁的肛门没有接触史啊？谁的肛门没有接触过屎啊？那医生也挺愣的，反正就两个医生，然后就感觉他们在我背后翻白眼。张医生说。小爸，你去养着吧，给你开点药，开点什么东西。然后正好我那个当时 crush 说下周还要约我。刚开始热恋，我说那怎么办？然后打封闭吗？没有，这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个麻药。啊，真的是打封闭？这个没有开麻，局部麻醉，局部麻醉的抹的。对，然后配合润滑油用。这个其实也能。第一是麻醉，然后同时还能起到一个润滑作用。那很厉害。对，那这个药要推广一下。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回家以后就开始进入那个开会环节。开会环节以后刚开始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全麻，就是你全麻了，没有知觉了。对，局麻。到2个小时以后，爆痛。因为他那个劲儿会过。劲儿过去了2个小时，然后就。你没连到重点吗？2个小时以后，哇，真的很久。对。那这个药效也真的是很持续的很久。对，所以药效还是可以，但是完全没有感觉。那我觉得也还好玩，至少完成了你对形式上的一个夙愿，就是爱嘛，为爱付出嘛。谁哪个？就是行，然后我刚才他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就是这叫主诉吧。就是你看，像我们这代人，好像对于说出主诉的时候会有一种羞耻感，对吧？尤其是你去了那个医院，然后你又得了这方面的病，但是好像现在年轻人不是这样了吧？是的，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都比较勇于说出口吧，对什么东西都是，然后他们现在都没有特别不好意思，就直接说我裂了。那没有，就是比方说塞肛门异物的，然后就说带我这个我肛门塞东西了，取不出来了，然后以前吧患者来就诊说还是比较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的，但是其实这种患者的话。来就诊，因为我们也都是在临床工作很多年了，其实大家也见过，能看明白，都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因为也都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肯定是相对来说给一个患者比较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然后比方说，真是不能再有其他患者，不能有第2个患者。然后这时候给他患者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隐私的一个环境。让他在这就诊。但是他们塞都塞些什么东西啊？现在塞的东西挺多的，塞东西挺多还行。比如什么水果、蔬菜吗？还是比如有觉得这个就是类似于香蕉啊、黄瓜呀、什么萝卜呀，那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一些朋友。那高端一点的呢？离谱！法国24岁男子将20厘米的一战炮弹塞进直肠，医院紧急请拆弹专家前来处理。然后这些假体，然后现在各种材质也很多，义乌货。那也没有高端哪去，所以才进去啊，不会出来。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在它的尾部啊，咱们可以拴根绳。这是一个小遛狗啊，这是遛狗要拴绳。这个东西
你实话实说，将来就是怎么说呢？对自己也好，或者说对医生，还是就是难度就很低了。我们也会经常去，因为经常会接诊这种病人义乌的。然后其实，如果说通过经肛门指诊，如果说能够得着这个义乌的话，一般像在麻醉状态下，这个义乌是能经肛门取出的。所以你的手是很灵活吗？现在练的比较灵活。所以来展示一下我的那个张医生的手。你的手很小哎。是。那你很深的话，你可能就需要我来帮忙。下次可以带你。是什么？对，助理护士还是什么？对，我是非常公益心的一个人。是给人擦汗那种。对。直肠上面是什么？直肠、乙状结肠，然后降乙状结肠，对，直肠、乙状结肠，然后降结肠，然后再是横结肠，然后再是升结肠，然后再回盲部，对，回盲部啊，这就是说咱们这个阑尾。所以直肠上面是弯的。对，直肠，然后就是乙状结肠嘛。是这样的拐弯的，对，这样的。所以所有人都是弯的吗？对，是的。好，我知道了，就所有人都是弯的，然后也给我们很好的好小儿科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肛裂，然后也说了就是异物，然后好像还有比较多的应该是肛瘘，这个也会有很多吗？最近？肛瘘的话，这个一般情况下，因为一般它就属于我们叫腺源性的感染造成的啊。对，然后其实肛瘘有很多种原因，其实大部分是这种情况。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说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包括这个有一些炎症性肠病的，或者说这个 HIV 的，这个呢就是这种患者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的这些肛瘘症，就是说感染性这种肛腺就是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因为它这个就免疫低的话，其实什么病都比较容易得嘛，是吧？然后再就是这一块就是跟排便习惯不好的这种患者啊，就经常跑肚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腹泻的患者上厕所时间比较久也会吗？比较久的话，这个不会得肛瘘，它是比较容易得痔疮了，就是肛裂。排便时间长呢，跟肛裂有关，它主要是这个容易得痔疮，所以总结它会有内痔的出血啊，或者内痔的脱出。所以总结一下，刚才说了肛裂和肛瘘，肛裂就是吃的大，肛瘘就是吃的脏。应该说是排的不成形，跟吃的脏。我觉得从统计学来说，好像做零比较多，还是更容易得病一点吧。容易受伤啊。因为这个，然后容易受伤之后，它就存在一定机会的去感染，普通的细菌的感染，然后再说就是这个病毒的感染，这个 HIV 的感染，或者是一些性病的一些感染。反正就是你在家整天念佛吃斋，肯定就不会得任何病。没有念佛吃斋，估计会肛裂啊？为啥？因为吃的太素了，会就是影响大便干燥，所以时不时还得吃点荤腥。对，是的，要调剂。对，吃点鸡啊什么之类的。不能只吃素的。香蕉助排便。要吃香蕉想助便呢，咱们还是应该要吃这种熟透的出现这种小黑点、小麻点熟透的这种香蕉。熟透的香蕉可以起到通便的、软化大便的作用。生的这种香蕉呢，它里边还有很多大量的鞣酸这个如果吃这种生香蕉，反倒会造成便秘。就是葵花其实不能太干净吧？你说的非常好咱们今天就说的这个下一句话就是肛瘘湿疹的问题。就是说咱们其实人体它这个有一层正常的生理屏障的，就是说肛门这块就是不要过分清洁。比方说有的人就是感觉就是或者担心自己会得一些肛肠疾病，然后每次便后用这个湿巾或者洁厕纸去擦肛门，这个可能就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很容易出现肛门瘙痒的问题。然后往往这个患者就问来就诊，肛门瘙痒，然后我们检查完之后就会问病人平时都有什么生活性的排便习惯呀，或者排便完之后这卫生怎么做呀，是不是？然后这大部分患者呢，就是存在着过度所谓的咱们说的过度清洁的问题。然后咱们就刚才说冲屁股马桶这个也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压力的问题，你如果压力太大，时间长了也是同样会出现造成肛门湿疹的问题。
所以您建议怎么去擦屁股？平时咱们可以现在这个可以用一些这个干的棉柔巾，是吧？拿棉柔巾去拿水沾湿了，然后去擦一擦。因为就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真的是非常喜欢清洁肛门，甚至他们的头发的毛都要去脱毛。对，所以你这个有什么建议吗？这个还是跟刚才就是人的，它是每一个生理部分，它这个解剖结构啊，它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如果说你因为它有这个毛发的时候，对它周围的这个排汗啊，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如果说你这个都太过分清洁，它有时候反倒它对它的这块局部的保护作用可能就失去了，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自查的话，有什么方式自查呢？说到这个肛门的自检这块，或者说肛周疾病的肛肠疾病的自检的话，说来说去主要还是一个大便，咱们首先要习惯，然后这大便习惯问题，然后再就是这个平时，比方有出血，这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血我是滴的血的，就是这个血是滴到马桶里边，还是说是喷射状的，还是说只是说擦手指带的血，然后再就是它这个血跟大便是不是混合的，是不混合的，还是说混合的。或者说，这个大便里边或血里边有没有粘液这个都是一般情况下都是蠹虫疾病的这个征兆。然后所以说这个平时如果说想关注咱们有没有肛肠疾病，这个一定要每次大便完了之后低头看一下咱们这个马桶那块便池里边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对 ，OK。然后这样的第一，自己呢好跟去就医的时候呢，跟大夫最好表达到是你这是哪种情况，大夫也心里边最好有个参考。那第二步呢？这边看，然后这个肛门周围咱们有没有这个肿块啊、包块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凸起物啊，这个有没有疼痛啊，还是说是瘙痒啊，这些问题。瘙痒好看，就是说，如果我单身的情况下，我怎么去看自己的自检自己的肛周有这个情况？这可以拿镜子照，拿手机或能可以自拍啊。那如果说就比方说，没有出血，但是就是疼了，然后酸疼了什么之类的，你就像我吧，我可能会就是塞一个马应龙，就它没有出血，也没有怎么着，但是就是有点疼。这个就肛周局部这个肛门里边肛内出现这种不适啊、下坠啊，是可以用一些栓剂，好多种栓剂，因为它都有一些消炎止痛的成分，然后这缓解咱们肛门局部症状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对。所以马应龙这个东西，这个痔疮栓这个东西，它可以长期使用吗？其实就是不管是马应龙还是什么也好，它毕竟是药嘛，然后这个有时候还不建议，这是药三分毒。虽然说这是从经肛塞入的一些药，但是也不建议经常每天都要使用，就是说有症状的时候用一下用对症治疗就可以。对，你要每天没事的时候也塞就没有必要了。我倒因为有些朋友是我事后已经要塞一个，我事后就要用，有点依赖了感觉。你有毒吧？可以换不同厂家的栓剂试一试。对。因为它那个是凉凉的，然后又有降温的作用，所以就很舒服。你养条狗啊？所以你刚才聊了这么多零的一些话题，然后你是1还是0？1，你是1，那你哇，你的这个工作好幸福啊！就会看好多，就是天天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兴趣啊。大家看的都是残魁败柳，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吧，而且也是人工作。对，所以你对不同的患者来看病的态度是一样的吗？对呀，就是他是不是来找你看病解决他的这个痛苦啊，那肯定是要一视同仁的然后这个因为现在HIV 患者或者说患有性病患者也是比较多的，然后也是首先就是要尊重保护他的患者的隐私。那你喜欢什么样的菊花？你喜欢松的还是紧的？我想听哎。不要太松，不要太松，也不要有些人会松，也不要太紧，人生就要张弛有度。对，我刚才想问，被你打，就是那个松的话，它会不会就会有更多的那些肠液往外流啊？是的，有的确实会，我们也
经常遇到这种肛门松弛的患者，肛回肌松弛，这种的话就是有外伤，然后再就是可能就是这种使用过度，对，这个使用过度，所以它在自也会有的，对。所以它在自然状态下可能就会诱发其他的一些病症什么之类的。对你这个整个松弛状态下，肯定是这个经常会出现一些比较尴尬的，比方稀便啊，是不是这个憋不住啊，就确实比较尴尬一些。那其实有听说过它会可以加紧，有确实可以对，然后平时也可以多做一些提肛运动啊什么的。提肛这个用是吗？对。